大家好，我是庄老师。经常按摩心包经可以帮助我们解除心脏所受不必要的压力，使心脏功能正常运转。但凡心脏功能不好的，都可以通过拍打心包经化解心郁，养心调心。下面向大家示范如何简单有效的疏通心包经。首先，我们先弹拨极泉穴。极泉穴为心经上的穴位，是解郁的大穴。如果人经常郁闷，就可能在腋窝下长出一个包，这是心气被郁滞的表现。把极泉穴弹拨开以后，就能逐渐化解。就这样，用手指弹拨腋窝下的这根大经，把动作做到位了。弹拨的时候，你会感觉无名指和手指有发麻的情况。就这样左右腋窝弹拨3到5分钟，然后我们再沿着心包经的走向，从上往下拍打，沿着手臂的中间段，力度适中的拍打，沿着手臂的中线慢慢的拍打下来。然后再重复，这样慢慢的拍打就能够化解心郁。左右各拍打5到10分钟。如果你觉得用手拍容易累，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拍打。同样的方法，就这样每天坚持拍打。我们坚持调心养心，对睡眠的质量也是很有帮助的。尤其是一到晚上就害怕睡不着的，一定要坚持疏通心包经。好，以上就是疏通心包经的好处和方法。每天上午和晚上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拍打心包经。我们常常疏通，我们的心脏就会很轻松。养心就是那么简单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向大家分享一个不费力就能做到气血畅通的方法，就是耳朵养生法。在中医里，耳朵不仅仅是耳朵，灵枢脉度说肾气通于耳。中医认为耳朵是肾开窍的地方，它是清阳之气上通之处，联系着5脏6腑，因此对耳朵施保健，不仅能防病，还可以调气血。说白了，想要很轻松就能推动气血循环，坚持做耳养生就对了。艾灸耳朵10分钟，对身体气血的作用相当于做了一次全身经络推拿的效果。艾灸双耳能温经散寒，温阳5脏，长期施灸还可以养肾，肾好人就显年轻。好，感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近段时间有很多艾友问我，很多艾灸后出现一些身体不舒服反馈的问题。其实，在艾灸的过程中，大概会有一小半或者一半人会有比较明显的排病反应。排病现象会让很多艾友出现恐慌，对艾灸失去信心。一般人会认为这个人不合适或者灸坏了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系统，有自我调节的能力。在艾灸过程中，伴随着正气增强所出现的反病现象，其实就是身体在自我调整。下面我向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典型的灸后反馈。一、
艾灸后出现头晕，原因有2个方面。一方面，艾灸补了气血，但气血下不到头，处理的方法就是灸百会，引气血下去，就不晕了。另一个方面，就要看有没有颈椎的问题。颈椎问题严重的时候，会导致气血输送不到头部，所以也会头晕。处理的方法是除了灸百会，还要加灸大椎。2. 艾灸后出现头部痛，这种情况往往是头部经络很淤堵，一般这种人平时也会有头痛的现象。艾灸后头部痛是气冲病灶的过程，处理方法就是主灸疼痛点，根据头部痛的位置来选择配穴。前额痛配立对内庭，头两边痛配狭溪太冲灵翼外关复溜，头中间痛配行健太冲阳府复溜，头顶痛配涌泉。穴位多的就找自己按起来觉得特别痛的那个点来灸。3. 艾灸后疲惫乏力，这个现象多出现在气虚的人，因为气血正在往病灶集中，人本身的气血就这么多，在一个地方集中，整体都会有暂时的影响。处理的方法，想睡就睡，让自己好好睡一觉，可以减少艾灸的量和时间。出现痒，坚持艾灸，可以涂些止痒的膏药，多灸太渊和太溪，可以长元气。4. 艾灸后烦躁，大便不畅，这个现象往往出现在心火比较旺的人。处理的方法：三阴交、太溪、阴陵泉、叫海、涌泉，这是一定要灸的。下肢的穴位灸的时间要长于腰腹的穴位，同时可以多拍打心包经，每天拍打1到2次，每次10分钟。大便不畅可以配合推腹，每次推10分钟。艾灸时间选择早上或者下午灸，多吃绿色的果蔬，比如苦瓜之类的，去心火。反复疏导，经络通了就不会总是烦躁。好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大家好，黄褐斑很难去，这已经是一个很共识化的观点了。黄褐斑它的主因在脏腑，不在脸上，所以只在脸上下功夫往往作用不大。在中医看来，脸部是五脏六腑的窗口，脏腑健康，皮肤才会好看。而黄褐斑的产生跟五脏六腑功能失调、气滞血瘀有关，具体可总结为3个方面：一是肝郁；2脾湿运化以致湿浊凝滞；3肾阴亏虚导致虚火上炎。所以针对黄褐斑要进行脏腑的综合调理，也就是疏肝、健脾、补肾等同步进行。向大家分享一个艾灸的方法：取穴肝腧穴、血海穴、三阴交穴、太冲穴，左右穴各艾灸15分钟，每艾灸6天，休息1天，坚持3个月，相信作用会出来的。好，感谢大家支持本期内容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最近很多人问艾灸眼睛可不可以，有什么作用？其实艾灸眼睛当然是可以的，常常熏灸眼睛能够更好疏通眼部的经脉气血，有效的维护眼睛和自身的视力，能够起到养血明目的作用。其实艾灸调理眼疾就一招，熏灸眼部，眼球周边包含了印堂、太阳穴、鱼腰穴、上明、球后穴等穴位，熏灸可针对各种眼疾，
如目赤肿痛、视神经萎缩、眼皮跳动、眼睑下垂、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近视远视、眼干眼涩等等。这种傻瓜熏灸法只要坚持，功效都是很好的。温和熏灸10分钟，每天1到2次。熏灸眼部时务必闭目，舒适维度，不要有灼烫感。好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